奶早上不知道吃啥了，是让我随便做。我说咱俩这么近关系，怎么能唠随便的嗑呢？完我跟我奶裹个大被拉市场去了。你别说，我奶一到市场就来灵感了，叼了点肉，说做个溜肉段，完还买了2斤排骨，说要吃红烧排骨。然后卖肉的老小问我奶说：“大娘，这么多肉你能吃了吗？”我奶说：“你就卖肉呗，你操那心干啥呀？你趁你能动弹，赶紧再给我调点肉馅。”完我奶说想吃点豆角，好长时间没吃豆角了。完了他问我说：“你信不信拿肘子炖豆角肯定能好吃？”我说：“奶呀，事儿我信，但你这个行为属于大白天点灯戴帽打伞啊，多此一举。”完我做了个土豆肥牛锅，我一尝哎这挺香，直接做成土豆肥牛饭了。然后我奶说想喝砂锅粥，这东北老太太现在让我整挺潮汕，放冬菜和花生酱比我记还清楚。完今天闲的，我先给她烤点可颂面包。前2锅因为翻车太早了，还没等烤就让我毁成酥皮了。这锅终于沾点边了，但是我太紧张忘放糖了。后面我还想再搏一搏，但我发现没有欢乐豆了。我说赶紧的吧，掏出人类科技之光吧。真的，这种烘焙东西只有做一次才知道它为什么这么贵。这玩意儿在家做损耗太大了。然后做了个爆蛋豆腐，用的这个九阳大魔王爆炒不粘锅。说心里话，这锅本来想打假来着，结果种草了。它这玩意儿是真不粘，因为用了黑科技，而且就这钢铲子我夸夸往里怼啊，用钢丝球刷都没事。这鸡蛋煎完了，锅也挺干净。再一个，这锅不沉，我又能开始颠勺了。我来不香香了，爆豆、土牛饭、红骨、潮州、外包、溜段。肘角、煎鱼、肉茄，我奶现在有点上火，这囤大葱没晾干，都烂一半了。我问一下子，有没有懂大葱的朋友？这么整行不行？要是肯定不行的话，我再问一手，有没有卖大葱的朋友？我奶家就这么些葱了，让我熬印了。要说不行的话，我得想招给我奶这坑填上。我前2天看纪录片，看到了竹升面的制作过程，看他们蹦来蹦去的感觉可欢乐了，所以我也买了2根大竹竿子，打算在家体验一下。不过和这个面呢，还需要点门槛，要没个3-5年和水泥的底子还真不太好干呢。然后我们在家找了一圈，发现最适合加杠杆的地方就是这个口压移植，但是跳的都没超过20下，我们就给人故居拆迁了。后来我开动了一下我聪明的小脑瓜，用最简洁的办法把杠杆的一端给固定了。现在这个设备唯一的弊端就是力的作用是相互的，也就是说压面的人越欢乐，压杆的人就越痛苦。所以老话说得好啊，哪有什么岁月静好，只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了。然后这么压太累了，我们其实还尝试了一下豚生面，但这面团太硬了，试了几下之后差点没给后胸磨平了。我看纪录片里讲，老师傅35分钟就能压10斤面，但我们却整整折腾了8个小时。接下来就可以用压面机了。我其实怀疑过这玩意儿是不是从一开始就可以代替竹竿，但人太多我也没敢声张。再一个刀头好像也买错了，这看着也不像竹升面呢，就这宽窄，这怎么看怎么像珠江面呢。后来我寻思珠江就珠江吧，4个人已经凑不出一条好腿能接着竹升了，然后就准备吊汤做云吞了。这会儿我们已经累懵了，这一瓶水说干就干了。我最近买了好多这个景田纯净水，口感甘甜顺滑，主要我特别喜欢它新一季的 slogan 热爱前行，这种一直在前进的感觉特别燃，喝完感觉还能再干3天3夜。而且它换了个新皮肤啊，希望这锦鲤能给这汤底带点好运吧，因为这面已经奔珠江去了，这云吞吧我都不好意思说，学了1个多小时包成这熊样，就我们包这玩意儿，吃云吞的和吃馄饨的看了都沉默了。历时了2天1.5夜，我们终于在2伏那天的最后10分钟压哨吃上一口热乎面条，然后在饭店还买了一份云吞面，感觉跟我们做的除了名一样，剩哪儿都不一样。但我坚持认为还是自己做的这份更好吃。不过其实挺好奇的，就是第一个人是怎么想到这种制作方式的呢？但我估计他千想万想，怎么也想不到在几千公里之外的东北，有4个大小伙子差点给他演变成了断子绝孙面。今天在家尝尝生腌，不都说这玩意儿是潮汕毒药吗？不知道这东北大肠能不能苟住啊？配方是我国潮汕地区著名痛风夫妻加之派和他的大哥大提供的。他说你只要按照我这个配方来，口味我保理，肠胃靠自己。这给我地下的，提前2天就在家吃摩托吃伞。我们同学更狠，昨天晚上在家翻箱倒柜吃剩菜，专挑馊的吃。今天来的时候已经没啥可穿的了，他说这回可以放心吃了，没有后顾之忧了。这玩意儿吧，能不能吃好不知道，但我知道要是不吃主食，肯定是不能吃饱。做了2份煲仔饭、辣味双拼和豉汁排骨，然后留了几个虾和虾爬子，煮了一锅海鲜粥，还做了广式给包。感觉好长时间没吃这菜了，但我觉得我们这个行为有点不太好，惦记吃生腌，怕吃不饱又做了别的菜，这不纯拿给包当备胎呢吗？这不
这生腌一开盖，那味儿真鲜，闻着就好吃。我们同学差点没一个猛扎里，正好他愿意闻着味儿。我说你分装吧，我就把快递拆了。之前相中一块运动手表，终于赶上得物搞活动了。我看的时候小1000呢，前两天500多就买了。他们最近有一个部分手表首单55折的活动，链接放评论区了。我看有几块卡西欧啊、MLB 啊都挺好看的，可以去看看。但他这个链接里吧，还有一块黑水鬼，我点我都没敢点。你们谁卡里要是没有这么多钱，不怕划错的，能不能帮我点开看看他打几折？来吧，吃串串了，这玩意儿吃着吧没那么可怕，而且我觉得挺好吃，海鲜也没什么腥味儿，料汁儿是吃火锅的肥牛汁儿、海鲜汁儿那个味儿，整体来说还是比较鲜甜的。其实最好吃的是皮皮虾，但就是太扎嘴了，吃这玩意儿嘛费上牙糖呢呀。粉生腌配上砂锅粥，这听起来就很人字拖。完，我们同学把那盘虾爬都吃了之后，把我电褥拿走，他说今天晚上得开着睡了，一旦有个什么意外的话，从烹饪角度来讲，这就叫大火收汁儿。我昨天晚上看人赶海，赶到早上4点多，我早上没起来，让我哥去买的菜。但他买的这个鱼略显蹊跷，我哥说你不明白，我特意没要鱼肚子，这菜红烧，让你奶从鱼头红到鱼尾。他说卖鱼那小子都夸他，我心说就这么买鱼，他都不应该夸你，他都不应该给你供起来。我当时实在找不到什么合适的形容词形容他，我说我给你做个菜吧，哥。夜市小吃瞎扯淡，了解一下啊。然后今天不腊八节吗？用腊八蒜炒了点肥肠和猪肚。我哥说给我奶做过腊八粥，他这米有点放多了，但这不是重点。我在今天之前一直以为腊八粥就是八宝粥，但他非要放点白菜、土豆和瘦肉。他说他们屯子一直这么吃。我直到这一刻才发现，原来嘛人类的腊八并不相同。完过节，我弟也凑个热闹，给我奶做了一个哈密瓜果篮，他抠的挺下功夫，但我实在读不懂他的审美。就是他明明可以是一个不太丑的果篮，他非得给你整成一套 KTV 的果盘，咱不知道他咋想的。完这不要过年了吗？我买了几箱香飘飘波波牛乳茶，这口感挺好，用的是新西兰进口乳粉，奶香很足，不甜也不腻，而且囤年货嘛，出去串门也可以带。这是零脂脂末、零反式脂肪酸的，挺健康，而且还有这一咬爆浆的芝士波波。这咱说这不过年串门打麻将必备吗？但我奶必备的就是这一盘红烧肉啊！奶奶总说能吃出妈妈的味道。来吧，香香了，红肉、辣肥肚、肉饼、酱鸭、番培玉、红头尾。不知道是腊粥还是腊饭了，虾蛋、TV 果。完，我今天给我奶推荐了一下那赶海的视频，我奶看挺上头，天气预报都不看了，但是他发出了和网友一样的疑问，他说我再活不活也80来年了，我为什么整不明白他是怎么预判称王走位的呢？我那几个舅下礼拜要手拉手上南方包东西了，完临走上我家吃顿饭，我寻做点他们平常在家不咋吃的，拿前账的酱炖了个大牛排。我姐也来了，我给做了碗胡辣汤。她一进厨房就感慨说：“哎呀，满屋子的烟火气呀！”你等我哥来的时候，憋半天蹦出一个屁来，说：“哎呀，这油烟味有点大呀。”完了，给我姐做了一个4倍快乐的芝士蛋糕，还蒸了一锅奶黄包，这真是实在亲戚的。你瞅这黄让我塞的，然后烤了2个东北版的山姆牛肉卷。我跟我姐有一次，我俩吃原版的，吃仨没吃饱。我说今天干脆在家烤个大点的吧，吃着过瘾。完做了一锅羊